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今天来和大家聊聊朦胧之美。在众多古典乐器之中，我最喜欢三种乐器：钢琴、吉他与竖琴。这三种乐器都有一种特色，就是在音响上可以制造出一种泛音效果，而这种效果往往有一种朦胧美。最明显的应该就是竖琴了。如果我们轻轻地在竖琴上拨动一下，往往听起来好像潺潺的流水声，非常美丽。或许你会问，什么是泛音效果呢？简单的说，它是一种音与音的重叠效果。比如说，在钢琴上弹出一个哆音，虽然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个音，然而如果用精密的声波仪器测量，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高于哆的音也一起同时发出，只是这些音因为音量很低，我们的耳朵往往听不出来。事实上，在自然界，泛音效果也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。例如，我们听到的雨声、风声、婴儿的哭声，甚至隔壁传来的麻将声，这些声音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纯音，而是很多音所结合在一起的。就像远处传来的钟声，也掺杂着许多复合的声音，当当的响，隐隐约约，高高低低的感觉，令人听起来感到遥远、梦幻，但却又很舒服而不刺耳。其实这种感觉，唐代诗人张继在《枫桥夜泊》一诗中，把枫桥、寒山寺、钟声的优美意境融为一体，成了千古绝唱，创造了一种充满诗意的朦胧之美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虽然我不曾到过苏州的寒山寺，然而每当在冬天湿冷的夜晚，这首诗总会在我的心头出现一幅冰雪苍白的景致，仿佛身历其境，听到了钟声，化身成一位夜客他乡的游子，是一种真实却又有如梦幻一般的感觉。虽然偶尔也可以体会到诗中的那份孤寂，然而这种朦胧的感觉却是一种无暇的美丽，常常让我热泪盈眶，久久不能释怀。这几年学的是电脑科学，大部分的工作也与电脑脱离不了关系，然而这么多年来，我仍然无法在电脑上找到一点这种朦胧的感觉，甚至可以说一点都没有。这几年或许已经习惯了电脑的固执，然而每当我在思虑上碰到瓶颈时，电脑往往无法让我获得更多的想象空间，只有暂时离开电脑，走到户外，或许树梢上的一只小黄雀都会让我满载而归。我想这也是电脑最大的缺憾，就是太过精密了。零与一的组合虽然造就了电脑的神奇，然而单一缺乏变化又不能创新的先天障碍，也让电脑局限了自己。其实朦胧之美在于它能有充分的想象空间，就像我们对儿童时的回忆、初恋的情人、得不到的爱情一样，久久无法忘怀，因为我们是那梦境中的主角。同样的，一幅毕卡索的油画，张三与李四绝对有不同的想法与观点，因为他们都把自己融入了画中，加上了自我的想象。相反的，在科技时代，往往很多东西都太真实了，就像我们看一个真实的照片、写实的纪录电影，就很难创造出朦胧之美的感觉。因为太真实的东西，我们除了张大了眼睛，满怀惊愕与感叹之外，留在我们脑中的往往是一片空白，更无法刺激我们产生任何想象的美感。记得小时候看到父亲画国画的时候，常常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总是把风景山水画得像仙境般那么美？常常看到云雾漂浮于山水之间。后来上了高中美术课，老师才说，这是中国人将哲学思想融入绘画的一个例子。因为中国的山水画给人有一种朦胧的感觉，远看、近看都是朦朦胧胧的，也因为观画者看不清楚，于是就会开始想象，所以这使得观画者与绘画者能超越时空，情感交流。或许是因为观画者加入自己的想象，进而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所以越看越美。真实的人生也是如此，只要我们能多一分心去观察周遭的事物，多加一些想象的空间，或许平淡无奇的生活也会增加了许多色彩。朦胧之美并不在于事物的本身到底美不美，而在于观看者的心。如果内心充满一颗喜悦善良之心，看到的自然是美；而如果内心充满了邪恶与杂念，看到的自然是丑陋了。好了，今晚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，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欢迎留言，我们都会认真解答与回复。最后也请各位朋友给予鼓励，点赞与分享，您的支持与鼓励是我们努力与进步的最大动力。谢谢您，晚安。